万籁俱寂，山上的风声越来越大，声音也越来越诡异。胆小的村民抱头鼠窜，逃之夭夭了。白道姑看着空中的血云，沉思了好一会，道：“二流，看看你手臂。”我撸起袖子，那层诡异的血色又开始往我全身蔓延，颜色比之前更加浓郁。我惊恐地望着白道姑。白道姑说：“昨天应该是有人想帮你们压制一下这个合家葬的怨气，但是又有人从中作梗，掘了你爹娘的坟墓，尸体又被盗走，导致你娘的怨念加深，从而引起你的身体变化。当务之急是找到你爹娘的尸体。”说完就拉着二丫往山下走。回到家，大家忙活着找我爹娘的尸体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躺在炕上，满脑子都在想我还能活几天。二流，这时我突然听到一个细微的声音，是有人在叫我。我爬起来，看到窗户外面有一个黑影，吓得一个机灵。等我看仔细的时候，才发现站在外面的是我娘。她形单影只的站在外面的月光下，像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，看得我一阵心痛，下意识的想要开口叫她。我娘却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然后招了招手，示意我靠过去。她好像是有话要跟我说，我也没多想，就凑了过去。二流，这个白道姑不是想救你，是想害死你，你赶紧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。我心里一紧，整个人都有些恐慌了。你快点从这爬出来，娘带你离开这里。我娘又开口说道。我也来不及去想白道姑为什么要害我了，把窗户的门打开，正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马上就愣住了。白道姑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我娘后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已经等你好一段时间了。白道姑开口说话了，语气有点冷，听不出喜怒哀乐。二流，你快跑！娘拦住他。我娘一脸慌张地对我交代了一句，然后转身朝着白道姑扑了过去。我拔腿往外面跑，跑到院子中央的时候，我听到我娘凄厉痛苦的叫声，肯定是她斗不过白道姑才会这样。我转头往我娘跟白道姑那边看了一下，发现我娘身边又多了3个黑影。这3个黑影都是小孩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上次我在灵堂里看到完蛋猪的那个。他们都在帮我娘，应该就是我那3个夭折的弟弟。我刚回过头来，准备跑出院子，背后突然被什么东西袭击到了，传来一阵剧痛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还躺在房间的炕上，白道姑和二丫俩人都守在旁边。我知道自己之前是被二丫从背后打晕了，又愤怒又害怕。二丫把头凑到我面前，一脸担忧地问我：二流，我刚刚会不会下手太重，把你打伤了？虽然他的话带着一些歉意，但是我别过头去没理他，问白道姑把我娘怎么样了。白道姑淡淡回道：她已经被那3只鬼婴救走了，不过她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个娘了。听到我娘已经逃走了，我心里暗自松了口气。至于白道姑说的后半句，肯定是在骗我，我根本就不信。白道姑可能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继续说道：你娘本来就是被人陷害而枉死的，怨念很重，加上后面被人砸灵堂烧尸，都不断加深了她的怨念和怨气，最后连尸体都不见，已经彻底让她变成了一只怨念深重、六亲不认的厉鬼。像她这样的肯定会不停地出来作乱害人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她并没有这么做，所以我肯定她是被人控制了，而控制她的人很有可能是合家葬的幕后者。她说完之后让我早点休息，然后转身出去了。二丫没有出去，问我是不是还不相信白道姑的话。我确实是不相信，但是我没回答她。二丫马上就变脸，冷哼了一声，很不爽地说我不知好歹，刚刚要不是他师傅，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。他还说我太看得起我自己了，如果他们想害我，可以有100种方法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，根本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。我一直没说话，二丫就说我是个榆木脑袋，如果我不想死就好好想想，然后离开了房间。本来我是坚信我娘不会骗我害我的，现在却有些动摇了。过了很久我都没睡着，天色也越来越暗，突然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叫我，是钱道长。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让我对钱道长莫名的有了信任感，现在听到他的声音感觉格外亲切，马上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。钱道长进屋就问我现在怎么样了，我知道他来找我肯定有事儿，小声问他怎么来了。钱道长凑到我耳边说他回了一趟黄瓦匠家，找到了黄瓦匠，而且跟着对方来到了我们村。我问钱道长黄瓦匠现在在哪里，钱道长说他跟着黄瓦匠来到村里之后，因为对村里的路不熟悉跟丢了，然后就跑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。钱道长又说黄瓦匠既然再次回来，肯定是有什么目的，让我小心一点，别又着了黄瓦匠的道。话刚说完，院子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往外面一看，发现院子里多了2个黑影。看到院子里的黑影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黄瓦匠要来杀我，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。外面连月光都没有，一片漆黑，即使有屋里的灯光照着，我也看不清那2个黑影是谁，只能看清轮廓。黄瓦匠，你终于赶出来了！钱道长突然对着院子大喊。2个黑影听到钱道长的声音之后，
马上拔腿就跑。紧接着，钱道长的身影也冲了出去，朝着那2个黑影追去。周围很快就恢复一片死寂。钱道长追着黑影出去后，屋里的死寂让我心里慌慌的。我最终还是从屋里跑了出去，一来是害怕，二来是我觉得黄瓦匠这个人很不简单。刚刚那2个黑影很可能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没准他会突然跑进来杀了我。从院子里出来之后，我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黑影在一路奔跑。从体态上，我可以看出那个黑影是钱道长。我咬了咬牙，朝着钱道长追了上去。等我追上去的时候，已经快要虚脱了。我问他黄瓦匠他们人呢？他说那2个黑影半路上分开了，他就追着一个，结果追到这里就看不到那个人的影子了。说完之后，钱道长开始在四周查看，说那个人跑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见了，应该跑不远，很可能就藏在附近。这个地方是一片空旷的土地，这块地就只有一栋大宅子。按照钱道长说的，那个人应该躲进了这大宅子。钱道长问我这户人家是谁，我跟他说是申大爷家里的，就是把白道姑请来帮忙的那户人家。申大爷家的房子是深宅大院，是我们村最好最大的房子，但是他们家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很少跟别人往来，我也从来没去过他们家。我问钱道长要不要敲门进去看看，钱道长犹豫了一会之后摇了摇头，说村里这么多户人家，那个人偏偏就逃进了申大爷家里，说不定是跟申大爷有什么关系。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层，被钱道长这么一说之后才恍然大悟。周围本来黑灯瞎火的，但是我进入到申大爷家院子里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家居然还有一个房间亮着灯。钱道长对我轻轻地嘘了一声，然后猫着身体朝着那个开着灯的房间走过去。凑过去一看，房间里有3个人，申大爷、白道姑还有外公。我感觉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了，这3个人大晚上的凑在一起干什么？要说申大爷跟白道姑讨论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还能理解，毕竟白道姑是申大爷请过来的。但是我外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外公平日里都很少来我们村，也很少认识我们村的人，这大晚上的外公怎么会出现在申大爷家里？外公又是什么时候来我们村的？黄瓦匠到底去哪里了呢？现在所有的情况都说明一个问题，房间里的3个人关系不一般，很可能正在讨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要不然不会在这大晚上的讨论。我转头看了看钱道长，发现他已经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了，好像很想听到里面的人在说什么。我怕再待下去会被里面的人发现，就拉了钱道长一下，想让他快点走。他冲着我摇了摇头，然后继续贴在窗户上听。这时屋里突然传来申大爷的声音，好了，先这样吧，如果再找不到地方，到时候就找个借口把孙家的宅子拆了。听到他们是在讨论我们家的事儿，我更紧张的心里只想着快点逃跑。我转身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一块石头上，发出了一点细微的声音，结果马上就听到房间里传来白道姑的喝道，有人在外面偷听。钱道长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气急败坏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钱道长把我横腰抱起来，几个跨步跑出了院子。这时院子里面传来一阵开门声和急促的脚步声，应该是何道姑他们开门出来了。钱道长担心白道姑他们会追出来，就把我放下来，让我自己藏好，他去把人引开，然后我自己回去。他临走前还特别叮嘱我不能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，到时候我肯定会被白道姑他们杀人灭口。还没走到家门口，我又发现了不对劲，远远的看到外公和奶奶站在门外小声说着什么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奶奶和外公突然就小声吵了起来。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我打算去听听他们在争吵什么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吵完了，然后各回各家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悄悄地摸回到家里，打算回屋的时候，从我身后突然走出来一个人，吓得我魂都差点丢了，全身一阵发麻。当我转过身看清这个人是小叔之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小叔对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我往四周看了看，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，才问小叔躲在后面干什么。小叔拿出一本已经发黄的书递给我，我接过来之后，他示意我看看这本书。正当我抬头想问小叔今天一天去哪里了，小叔又消失了。庭院只剩我一个人，如果不是手里还拿着书，我都怀疑刚刚是不是眼花了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小叔消失了一天，怎么会突然拿出一本这样的书给我？而且看小叔那动作，根本不像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。自从棺材炕的事情出现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，这些我认为是最亲的人，都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他们了。回到房里，拴好门，打开灯，准备看看这到底是本什么书。打开这本书的扉页之后，看到里面有阴阳木3个字，是用毛笔字写的，好像年代也很久了。再往后面翻，里面写着阴阳木分阴木和阳木，阴阳木地成北斗7星，能聚阴阳之气，阴木聚阴气，阳木聚阳气，从而达到阴阳平衡，生生不息。
万物繁衍旺盛。我本来打算继续往下看，外面突然传来一些声音，是白道姑开门回来了。看样子他没追到钱道长，要不然不会这么早回来。等白道姑也回房间之后，我才再次拿出那本书仔细看了起来。原来古代帝王都非常迷信风水，在登基不久就命风水师为自己选择墓地。吴大帝孙权自然也是对此深信不疑。风水师为吴大帝选的宝地属阴地，能聚阴气。之后的几十页都是在写吴大帝孙权的生平事迹。看完阴木部分，准备看阳木时，却发现书的阳木部分缺失了。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半本书。恰恰最后一页还在，里面写着，在阳木竣工后，49位道长倾尽毕生精力布下了阴阳八卦大阵，与北斗七星相呼应，守护着阴木和阳木，并设了8条通道，分别对应八卦的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对8个方位。阴阳木所在位置就在我们村子底下，而我们家的宅子就正好在这个八卦的阴阳鱼的位置上，也就是阴阳八卦大阵的阵眼。看完后，我被深深的镇住了。那些八卦阵什么的，我没接触过，也看不懂。但是我看懂了，我们村子底下有陵墓，而且还是2座皇室陵墓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入口的线索是在我家。愣了好一会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正准备把书藏起来时，一张纸条掉了出来。我捡起来，看到字迹是小叔的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：二流，吴大帝孙权是你老祖。看完纸条，深吸一口气，我小心翼翼地把书藏好，躺在床上整理思绪。杨木的那半本书到底去哪里了？小叔是哪里来的这半本书？小叔知道杨木的信息吗？这半本书好像让我把一些迷雾给拨开了。那些在背后想要害我们家的人，应该就是冲着阴阳木来的。而且刚刚我在申大爷窗户外面也听到，申大爷说再找不到地方就找机会把我们家拆了，肯定是想找一些关于墓地的线索。但是知道这些之后，我心里反而又多了其他的疑惑。他们既然是冲着墓地财宝来的，为什么要弄出棺材炕跟合家葬，还要害死全村的人？而且从建立棺材炕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，他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动手，非要等到现在？这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，也远远不会像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。我总感觉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，开始怀疑这是不是跟我命相有关系。小叔给我的书中，我拨开了一丝迷雾，隐隐约约知道了要害我的人有什么目的，只是新的疑惑又出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躺在炕上睡觉，二丫在外面敲门让我出去。我走出房间，看到白道姑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好像要把我看穿一样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白道姑都没说话，我心里更加忐忑，就主动问她找我什么事儿。白道姑才反应过来，没事，让我看看你手臂。现在的情况，我就感觉自己像一只被人圈养的羔羊，想做什么都做不了，一切都只能被动接受。白道姑看过我的情况后，我就一个人回到了房间。中午，小叔过来给我送饭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，写下一行字，问他后半本关于杨木的书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也看不清小叔了，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。小叔看完我写的字之后，也写下不知道3个字。我又问昨天一天去哪里了。小叔犹豫了一下之后，在纸上回答说，昨天出门在路口被人打晕了，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破庙里，旁边还有位黑衣人。之后黑衣人就给了我这半本书，让我交给你。小叔停了下，接着又写道，黑衣人说，只有等到村子里的人都死了之后，你才能活。我当时只感觉脑子里一阵眩晕，差点就摔倒在了地上。这简直太匪夷所思，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按照之前钱道长的说法，只有等我死了之后合家葬才算成功，到时候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死掉。但是现在倒过来了，全村的人死掉我才能活。我定了定神，又问小叔为什么会这样。小叔这次又写了3个字，不知道。我继续问小叔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忙着我？之前都是装傻的。他摇了摇头，写道，昨天在破庙醒来之后，感觉自己身体轻盈，体内有股使不完的劲，对自己之前是傻子的事也记不太清了。之后他就催促我快点吃饭，等我吃完就出去了。我满脑子都在想着他刚刚跟我说的那些话。黑衣人是谁？也是来看墓地的吗？为什么他会说要全村的人死掉我才能活？和钱道长告诉我的恰恰相反呢。到底是谁在撒谎呢？白道姑，不好了，又出事儿了。这时一个村民匆匆忙忙地跑进了院子，白道姑赶紧迎出去，问出什么事儿了。村民说村里昨天晚上又死了几个小孩。白道姑让二丫在屋里守着，然后让村民带他去看看。过了一会儿，钱道长也来到我家，当看到二丫时，上下打量了好几遍，直到二丫冷哼一声才回过神来。我把钱道长拉过来，小声问，昨天有被发现吗？钱道长轻言轻语，我在村子的一个转弯处施法躲起来了，再加上当时天色黑暗，
相信他们发现不了我。顿了一下，钱道长又对我说：“二流，昨天晚上的事先不要透露出去，他们讨论的什么也不清楚，以免打草惊蛇。”我轻轻点头回应钱道长。之后我和钱道长正常寒暄了几句，二丫觉得无聊就回屋了。大概又过了1个钟，白道姑带着一群村民回来了，还抬来了一些小孩的尸体，并成一排放在院里。这些小孩都是5、6岁大小，尸体表面都泛着红色，跟我娘他们的尸体有点像。二丫问白道姑怎么回事儿，白道姑说这些小孩尸体里怨气太多，为了防止尸变，所以带回来把他们尸体里的怨气净化掉。白道姑，你看这件事儿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村里的这些孩子都要被祸害光了。村民忧心忡忡地问道。是啊，如果再解决不了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从这里搬出去了。其他村民也在旁边附和道，而且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分明带着怨恨，肯定是把这些事儿都怪到我头上来了。我等下制作一下符水给你们带回去，可以帮你们抵抗那些怨气，保你们短时间内没事儿。白道姑说完，正准备转身回屋时，看到了钱道长，目光在钱道长身上短暂停留了会，就回屋了。钱道长也跟着我来到我屋里，拴好门后，问钱道长：“白道姑制作的符水真的有用吗？”钱道长的表情一下就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：“这些小孩根本不是因为怨气入体才死的，而是被人勾走了魂，所以白道姑的方法根本没用。”我心里一惊，那为什么那些小孩的尸体会出现跟我娘一样的红色？钱道长又跟我解释了一番，原因是我们村里的水已经被怨气污染了，只要喝了那些水，身体里就有怨气存在，死了之后尸体就会发红，特别是小孩抵抗力不强，更加明显。我越来越惊慌，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勾走了这些小孩的魂？这个人勾走小孩的魂有什么用？钱道长微微叹了口气，表情也变得有些凝重。这个勾魂的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鬼，因为小孩的魂魄比较纯净，可以更好的被利用，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。不好了，有人掉井里去了。这时突然有人大声喊了一嗓子，我跑出去，看到后院老房子旁的那口水井旁边倒着木桶，但是没看到人。我们家后院有栋老房子，之前是我太爷爷住的，太爷爷说这栋老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拆，所以盖新房时就把老房子安置在后院。白道姑也匆匆忙忙跑了出来，问怎么回事儿。一个村民解释说，刚刚白道姑让一个人帮忙去井里打水，上来烧开制造符水，那个人刚刚从井里打上来1桶水，突然就栽到井里去了。很多人都纷纷跑到井口，打算看看那个掉下去的人怎么样了。我也赶紧走过去，往井里一看，水面一片平静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时有个水性好的村民直接抓着吊桶的绳子系在腰上，说下去救人，另外一些村民就赶紧帮他拉绳子。这个人撑着井壁快速爬了下去，当他刚刚接触到水面的时候，整个人扑通一声直接掉了下去。那些拉绳子的人猝不及防没拉住，连绳子也跟着掉到了井里，水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旁边的人都傻了，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无缘无故就掉了下去？有人一直在喊那个人的名字，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水面上也没有任何波动，那个人很显然已经死了。可能最近发生邪门的事儿太多了，让村里的人已经有了心理阴影。我看到有些人一脸恐惧的往旁边退，这口井有古怪，大家千万别下去了，要不然下去几个死几个。这时钱道长突然走了过来，钱道长的话说完之后，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着他。白道姑也狐疑的看了钱道长一眼，问他怎么知道这口井有问题。你们看看这些植物。钱道长伸手指了指井口边上的那些杂草，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发现那一小块地上长的杂草全都已经枯萎发黄了，跟周围那些绿色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那一小块地方明显是湿的，是被第一个掉进井里的人打上来的那桶水给浇湿了。大家之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井里，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，是这些井水有问题。白道姑有些不确定的嘀咕道，他们2个掉下去的该怎么办啊？村民有些焦急问道。钱道长回道，不要再想着救他们了，你们只要不沾到这些水就不会有问题。很多村民都窃窃私语起来，一脸怨恨地看着我和小叔，说我们家尽发生一些邪门的事儿，害死村里这么多人。这时奶奶也走了过来，说我们家也是受害者，让那些村民别瞎嚷嚷，往我家泼脏水，有本事就找那个真正的凶手去。村民可能是怕了奶奶这张刀子嘴，都没说话了。钱道长走到大爷爷前面问道，这井是啥时候挖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还没出事就已经有了。大爷爷回道。钱道长点了点头，然后走进我房间去了，搞得很多人都有些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村民们也不好意思再问他什么，毕竟之前把人赶走的也是他们自己。
村民又问白道姑能不能把井水都给抽光，然后把刚刚那2个人的尸体捞上来下葬。白道姑要他先等等，让人去找了一个吊桶过来，走到井边把桶扔了下去。那些村民看到他又要打井水，都纷纷往后退，小叔也拉着我走得远远的，只有二丫一个人离得最近。白道姑把桶扔下去之后，轻轻地把绳子一抖，然后提了一桶水上来。他似乎也有些担心，把桶提上来放在旁边之后，眼睛一直盯着桶里的水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地把手往桶里伸。随着他的这个动作，四周突然就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一脸紧张地看着他。白道姑的手刚刚碰到那些水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，随即看到他像是触了电一样，飞快地把手抽了回来，随即一口鲜血从他嘴里喷了出来，他的脸也一下变得惨白，跟死人脸一样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我也越来越好奇这些井水到底有什么问题，居然让白道姑都受了重伤。二丫吓得都快哭了，马上走过去问白道姑有没有事儿。白道姑摇了摇头，再次提起那桶水，连桶带绳子一起扔到了井里。然后他对院子里的村民说，他先休息一下，让村民先回去，下午再过来拿符水。有些村民问白道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白道姑没说话，他们就唉声叹气的走了。奶奶对我一番千叮万嘱，让我一定不能靠近那口井，然后才离开。我走到房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看到钱道长翘坐在炕上，就进去问他这些井水是怎么回事。他朝着我招了招手，让再坐在他旁边，然后小声说，还记得我之前说你们村的水有问题不？这口井里的水就是吸入大量的怨气，变得极其冰寒，可以冻的人瞬间失去知觉，而且侵入五脏六腑，就跟你现在的身体变得冰凉是一个道理。不过那些井水的温度要低很多倍，那口井里的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解地问道。可能是这口井里有什么秘密吧，那个人弄出个合家葬应该就是为了这口井。钱道长回道，当我听到这口井有秘密，心里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可能跟阴阳木有关，甚至开始怀疑白道姑和申大爷这些人一直在我家里，是不是就是要找这口井，只是他们之前没发现里面的异常而已。我本来想问问钱道长知不知道阴阳木的事，最终还是没问。这时我看到申大爷和外公都走进了白道姑的房间，还把门关上了，留下二丫在门口守着。看样子他们又是在商议什么，我这次没办法去偷听。刚吃完午饭，就听到庭院一阵吵闹声，然后就看到申大爷带着几十个村民，手里拿着锄头铁锨，向老房子的方向赶去。我大吃一惊，跑过去问他们想干什么。有个村民说，肯定是你家的老房子有问题，村里才会死那么多人，我们要去拆了老房子。我扒开人群，跑到老房子门前，双手紧紧抓住门框，堵住大门，冲申大爷说，申大爷，不准拆这个房子。申大爷冷冷看着我道，二流，事情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如果不拆了这个房子的话，全村人都会被害死，我们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。说完，申大爷一挥手，村民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，把我推倒，然后闯进了院子。几个村民像疯了一样冲进老房子，举起手里的工具就要把它给砸烂。我冲了进去，堵在村民前面，冲他们叫道，有本事连我一块砸。申大爷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，对那些村民挥挥手道，祸根就是孙家的这个老房子，去拆了房子。申大爷提起我，冷笑着对我道，二流，你先出去，今天没有人能拦住我们。说完，申大爷直接把我推到了后院。几十个村民疯狂地举起手里的锄头，砸向门窗，撬着砖头，似乎恨不得马上就把房子推倒。一个男人三下五除二地爬上了房顶，脸上的肌肉扭曲，眼露凶光，就好像对着自己的仇人一样，举起手里的锄头，向屋脊顶端砸瓦片的石砖砸了下去。啪的一声，石砖被一锄头砸断，掉到了地面上。申大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到啊的一声惨叫，然后又有一个东西从房顶上滚了下来。大家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个人头。人头从房顶上掉了下来，像球一样在地上滚动，一直滚到申大爷的脚边才停了下来，双眼瞪着申大爷，似乎死不瞑目。接着那个人的身体也从房顶上滚了下来，重重砸在地上。正在拆房子的村民吓得全部都惊叫一声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聚集到申大爷身边。我气极而笑，指着地上的人头，对那些瑟瑟发抖的村民大声笑道，哈哈，我早就给你们说过，敢拆我们家的老房子，一定会大祸临头的。怎么样，现在得到报应了吧？拆呀，你们再去拆呀，不怕死，快点去拆。可是申大爷却是伸脚把地上的人头拨了一下，让他的脸孔贴到地上。
然后冷笑道：“报应，他只是不小心从房顶上滑下来摔死了而已，比起被你们孙家害死的那些人，他算是好的了。大家不要怕，我帮大家想个办法，可以确保大家的安全。”说着，申大爷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黄纸，贴到了房子的8个方位上，然后让村民接着拆房子。看到刚才那个人莫名其妙脑袋断掉的惨象，即使申大爷贴了几张符，那些村民谁也不敢第一个去冒那个险。大家都拿着工具站在那里，没有一个人先站出来接着拆房子。我感到放心了一些，以为这些村民都被震慑住了，想不到申大爷竟然从旁边拿过一把锄头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家都害怕是吗？那我就给你们做个样子。”说完，申大爷走到房门前面，把锄头伸进了门框里，猛地一别，哐当一声，房门便被他拆下来一边，摔倒在地上。别的村民看到申大爷拆了一会房子都没有什么事，又一窝蜂冲了上来，七手八脚，院子里灰尘冲天。我想要冲上去阻止他们，这时钱道长走过来拦住我道：“他们人多，你没有办法阻止的，我们还是躲到一边吧，免得被什么东西砸到。”我看着不断落下的砖头，知道老房子是保不住了。看着那伙疯子一样的村民将我们家的老房子一点点推倒，申大爷早就停了下来，站在后院里凑到一起，对老房子指手画脚。半个小时以后，老房子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，只剩下了8根柱子还留在那里。本来还十分明亮的天空忽然变暗了许多，我抬头向天上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坟山那边的红云已经蔓延到村子上空，也变得更加凝实了，颜色更加鲜艳，就好像血一样，浓的几乎就要滴下来了。红云缓缓翻滚着，似乎在一点点向下压低，我有一种被压迫的要窒息的感觉。我有种感觉，只要拆了老房子，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，就要应验了。钱道长的脸上若有所动，喃喃的道：“但愿这些人不要动这8根柱子。”可是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，只见申大爷一挥手，那些村民挥舞着手里的工具，向8个柱子砸了下去。砰！一声巨响，8个柱子一起倒了下去。申大爷十分兴奋，就要向屋子里跑去。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又是轰的一声巨响，从地下传了上来。我们只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土地一震，然后身体便被抛到了空中，然后砰的一声，身体再次重重落到地上。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被摔散架了，忍不住一声惨叫：“钱爷爷，地震了吗？”我对钱道长叫道。钱道长一声不吭，扶着我站直身体，向老房子里看去。我也向老房子里看去，立刻就被惊呆了。只见原来老房子的位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，原来上面被拆下来的砖头石块、横梁家具，还有最后依然竖立的8根柱子和那些疯狂的村民，全部都消失不见了。大地还在不停地微微颤抖着，可是我却没有再次摔倒，只是看着不远处的大坑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申大爷就好像石化了一样，站在深坑的旁边，呆呆地看着坑。这边的动静惊动了其他人，一群人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。申大爷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深坑，如果那个大坑再大上1圈的话，这个老家伙也被埋到里面去了。现在倒是有些可惜了。一股阴风从大坑里刮来，我虽然没有感觉到什么，可是其他人却是同时打了一个冷战。好冷的风，怎么回事？申大爷讶道。说完就向我们这边跑来。在他身后，从大坑里忽然窜出了一股红黑色的水流，迅速漫过地面，所到之处立刻就结上了一层白霜。钱道长拉着我往外跑，告诉我大坑里面一定是染上了怨气的水，因为怨气太浓，所以温度极低，只要沾上一点，身体就会被冻成冰雕。我问钱道长，水是哪里来的？钱道长沉声道：“这些水就是从那个井里倒灌进来的。”申大爷的脸上阴晴不定，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么。这时有个跑得慢的村民被黑水触到了脚跟，瞬间结上了一层白霜，白霜迅速蔓延到全身，最后化为了一滩黑水，连骨头渣都没留下。天空中的红云越压越低，似乎离我们只有10几米的距离了。天色也变得越来越暗，天地之间变成了红彤彤的一片，整个世界就好像被血泼过一样。我感觉到十分压抑，跟着钱道长他们拼了命的往外跑。刚跑出宅子，黑水蔓延的速度降了下来。就在我们都松口气时，对面半空中出现了一副棺材，棺材下面好几只鬼魂抬着，朝着我们这边飘来，甚是诡异。钱道长惊道：“鬼抬棺，魂索命，二流，等下无论如何都不能靠近那棺材。”转而又对小叔吩咐道：“看住二流，千万不能让他靠近棺材。”钱道长交代完后，一脸凝重地朝着对面跑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身影忽然飞快地来到棺材下。钱道长对着身影怒道：“白道姑，为什么会是你？二流父母的尸体找到了，现在就还回去。”
白道姑回道：距离那么远，我本不能听清白道姑说的什么，可白道姑的声音带着回音传到我耳中，却是一清二楚。我听完白道姑的话，身体就一直颤抖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慢慢逼近的棺材。钱道长长叹道：认贼作父，助纣为虐。然后嘴里又念了一长串的咒语：神施杀伐，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，后斩夜光，何神不服，何鬼敢当。钱道天魂法印去。念完之后，钱道长拂尘往空中的棺材挥出一道法印，法印缓缓朝着抬棺的鬼魂而去。眼看法印即将击中鬼魂，白道姑口中念道：道由心学，心甲相传，香烟玉炉，心存地前，坤道炷香地印。白道姑手掌也推出一道法印，朝着空中疾驰而去。两道法印一触即发，在半空中爆发出绚丽的花火，产生了余波，震得那些鬼魂后退了好大一截。钱道长眉头上挑，接着手里的拂尘一甩，嘴里念了句：钱道天丁起，万鬼灭。刚念完，棺材上方就出现了无数个像钉子一样的金黄色光影，朝着那些鬼魂蠢蠢欲动。钱道长手里的拂尘金黄色光芒也越聚越多。白道姑此时也没闲着，口中呢喃：大地之神，万物之主，天临雷电，地起辰鸣，坤道水晶之强。白道姑周身被一层水雾缠绕着，我看不清她此时是什么的表情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过如此震撼的场面，面前的两人做的事情已经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，也没办法理解。之后，钱道长和白道姑同时喊了声去，起。金黄色钉子朝着抬棺的鬼魂穿去，刚开始那些钉子都被白道姑施法出来的那层水晶墙给抵挡住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水晶墙越来越薄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明显的裂痕，金黄色钉子却是更加猛烈，打在墙上发出噼啪炸响。随后钱道长再次挥动拂尘，水晶墙成功被突破，白道姑也喷出一口鲜血，头顶那些鬼魂被钉子穿了个魂飞魄散，棺材飞速的从半空中掉落，只是刚掉下一半，半空中缓缓的裂开了一条缝，竟然出现了一只眼睛，从那个眼睛里射下了一道红光，包裹着棺材，红光渐渐消散，棺材又被一个身影给抬了起来。那个身影是我爸，想不到我爸也出现在了这里，而且还扛着自己的棺材，自己死去了10年的亲人忽然出现在面前，这种感觉十分怪异。当然这几天见过了这么多恐怖的事，我已经不会感觉到害怕了。钱道长见过我爸尸体，肯定也认出来了是我爸，没吓得去手，眼睛直勾勾的望着白道姑，一言不发。我们就那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看着我爸扛着自己的棺材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就在我爸经过钱道长身边时，钱道长深吸一口气，一道金光从钱道长拂尘上闪了起来，直接向我爸飞去。金光直接没入了我爸的胸前，他的嘴里发出了嗷的一声惨叫，然后身体就像炮弹一样向后飞去。我爸肩上的棺材摔到了地上，从里面飞出来几个小小的尸体，正是我那几个弟弟。我大叫一声爸，就想要冲过去，小叔从后面一把把我抱住，对我大声叫道：二流，他不是你爸，你不要激动。我也知道他不是我爸，他已经死了，可是我看到他摔在地上，心里还是莫名的心痛。我爸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然后把那3个小尸体一个一个拾了起来，仔细放到棺材里。他的动作很轻柔，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很难想象这是一具尸体，甚至我想起了原来他还活着的时候，每次从地里干完活回家，把我搂在怀里的情形。棺材盖好后，我爸的身上散发着红光，红光越来越浓，眼珠也渐渐的血红起来，似乎要滴出血来，而且那对眼珠还闪着妖异的光芒，在他的头上缓缓地裂开了一条缝，那只眼睛再次出现了，眼睛里又射下了一道红光，隐约能看到红光里站着个身影，红光退去，看清那身影正是我娘。我娘把脸转向我爸，我爸重新抬起棺材，牵着我娘的手，再次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就在他们手刚握在一起，一层诡异的红光从脚下升起，包裹着他们。钱道长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惊道：冤魂同心，这是南疆巫术中的秘术。然后又问白道姑，到底谁在背后作怪？白道姑闭眼凝神，并未理会钱道长。钱道长深吸一口气，手里的拂尘一横，迅速在周身布置下阵法。钱道长动作复杂繁琐，我爸慢慢走到钱道长跟前，钱道长周身法阵也刚好布置完毕，退出法阵范围。钱道长念起了一长串的咒语：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破无丧亲。念完之后，我爸他们也刚好走到了法阵中央。随后钱道长拂尘朝着我爸他们虚空一指，口中念道：钱道静心神咒。
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我爸他们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，他们身上那层诡异的红光也变得越来越透明，应该是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这时，我爸脸色一沉，口中吐出了一口鲜血，腰杆又挺直了几分，那层红光变得更加鲜艳了。我娘脸上的表情也好看了许多。我娘冲我喊：“二流，娘好想你呀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你快点过来。”我终于忍不住甩开了小叔的手，冲到钱道长身边，求他放了我爸他们。钱道长摇头道：“二流，不要听他的，他们已经被别人控制了。”我冲着钱道长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，我只知道我娘虽然死了，但是她生了我，把我养大，就算是她死了，她也不会害我。你们所有人对我说的话都3分真7分假，你们都有自己的目的，都想利用我，我娘永远都不会这么做。”我娘脸上露出悲痛的表情：“二流，我不是自己上吊死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被别人勒死，然后挂到梁头上的。”听到我妈的话，我只感觉到如同五雷轰顶一般，身体几乎要炸了。我娘是被别人害死的，不是自杀。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。当时我奶奶说我娘是因为自己克死了我爸和我3个弟弟，觉得对不起孙家才上吊的。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这句话。可是现在听到我娘亲口说出这句话来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完全不能接受。如果我娘是被害死的，那害死她的人一定还活着，这一点我可以肯定。我娘的死是这一切事的导火索，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合家葬，怎么可能自己先死？现在我们村还活着的人很少，除了我和我奶奶，小叔就是大爷爷和申大爷，凶手很可能就在这几个人当中。娘，是谁杀的你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我对我娘大声叫道，右手用力一推钱道长，刚好被我打断了施法。我爸他们也松了一口气，重新向我走来。钱道长站在那，眼睛微闭，明显是受了内伤。二流，跟我们走吧，我们想你了。我爸忽然张开嘴，用一种就好像铁铲刮锅一样的声音对我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开口，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好，然后伸出手来抓住了我妈的手。我爸一只手拍着他扛来的棺材，对我道：“二流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家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轻声嗯了一句。我很想告诉我爸，那个最小的弟弟不是他和我妈生的，是我小叔的，但是却又没敢说出口。我们一家人就在红光的包裹下径直地往家里走去。深坑里传来了一阵啾啾的声音，我知道那些是鬼魂发出的。我妈问我怕不怕，我告诉她不怕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看看天空，天上的红云在我的眼里忽然变得很漂亮，就好像秋天傍晚的火烧云一样。我们走过屋门口时并没有进，而是向着后院的深坑走去。在我们走近以后，深坑里的黑水忽然泛起了一片涟漪，一片黑雾从水面上升了起来，慢慢升高，就好像拉起了帷幕。在黑雾中间忽然响起了一片哭泣声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这些声音我都很熟悉，正是我们村死去了的那些村民。我刚想问娘谁害的他，只见娘双手上的指甲在慢慢长长，短短几秒钟已经长到半尺长，在天空中的红云映照下，就好像10把染血的匕首。最可怕的还是我娘的双眼，红光十分妖异，我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感觉到自己的心好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了一下一样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改口道。二流，杀我的人是……没等我娘说完，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娘手上的指甲慢慢地穿过了我胸膛，一点一点寸进，眼前的景象在慢慢变黑，呼吸也变得困难，最后倒在了娘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对娘说完最后一句话后就失去了意识。娘轻轻抚摸着我额头，柔声道：“二流，我们这就回家。”我爸把棺材盖打开，抱着我的尸体一起进了棺材。棺材漂浮在深坑中央，村民们的鬼魂不断发出凄厉的啾啾声，一道道清晰可见的怨气朝着棺材汇聚过来，显得格外瘆人。钱道长眉头紧皱，却没有任何动作。小叔双拳紧握，浑身颤抖，仰头一声怒吼，就要朝着深坑冲来。只是还没进到院子，就被一个熟悉的身影拦了下来。申大爷，让开！申大爷听到小叔开口说话，也是惊到了，原来你一直装哑巴。没等申大爷把话说完，小叔抡起拳头就朝着申大爷要害袭去，这一拳犹如千斤重，隐约能看到拳头周围的空气都在扭曲着。没想到申大爷举起手掌抓住了小叔挥来的拳头，对小叔说了句：“力量太弱了。”说完就把小叔甩到了一边。小叔站起来抹了抹嘴角的血渍：“申大爷，你也隐藏得够深的，难怪敢这么肆无忌惮，都是为了财宝吧？”小叔一步一步朝着申大爷走去，每走出一步，身上的气势就上升了一分。人自觉千征龙黄拳，
小叔开口一声怒吼，气势也攀升到了顶峰，身体就像炮弹一样朝着申大爷冲去。申大爷也不敢怠慢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小叔和申大爷打斗还在持续着，一道道怨气还在朝着棺材汇聚过来，棺材不停晃动，棺材盖也时不时的被顶得噼啪作响。没过多久，棺材盖突然被一股大力给掀飞，我和爹娘一起缓缓的飘起来，升到棺材上方才停下，转而怨气也改变了汇聚方向，疯狂的朝着我身体渗透而来。我双眼紧闭，外面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，只感觉身体就好像快要被撑爆了一样，不断的颤抖着，鬼魂的啾啾声也越来越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些怨气都被吸收，鬼魂也都消失不见了。钱道长出现在了深坑边，正当爹娘拉着我准备朝深坑跳去时，钱道长出手把我拉了上来。等到我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床上了，旁边站着都是我熟悉的人。我试着坐起来，身体传来一阵疼痛，看到胸口那5道触目惊心的伤口，隐隐约约记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刚想要开口问钱道长，钱道长抢先说道：“二刘，你爹跟你娘已经被人控制了，他们的尸体也跟着掉进了深坑里。你刚醒来，身子骨虚，先调整好身体，接下去的事我们再商量。”说完就跟着小叔和大爷爷一起出去了，留下奶奶照顾我。奶奶满嘴都在数落我娘，我也没心思去理会她。迷糊中我躺在床上，听到外面钱道长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。第二天还是小叔进来叫醒我的。小叔开口讲话，我也是感到一阵意外，问小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叔跟我解释说，也是那黑衣人的功劳。我也没怀疑小叔说的话，就跟着小叔来到院子，院子里的黑水已经不见了。钱道长把我昏迷之后的事跟我说了一遍，还说：“二刘，虽然当时你娘受人控制着，但是指甲插入你胸口的位置却不是要害，我想应该是你娘认出你来了，只是反抗不了背后那人的命令，才会那样对你。”我听得直发愣，因为从钱道长说我被我娘带着往深坑去开始，我就没有一点印象。钱道长说我是一时被我爹娘给迷惑了，才会跟着他们去。听完钱道长说的这些，过了好一会，我才问钱爷爷，那我爹娘的尸体现在是怎么办？能找回来吗？钱道长眉头微皱，后院那深坑已经被我封起来了，黑水也都不见了，我也正准备和你家人商量着怎么办。小叔，那申大爷是什么人呢？见事情还没什么进展，我转而问小叔，小叔也是一脸的疑惑道：“从上次和他交手后，就失去了他的消息，他家里的人也都不见了，就好像是提前搬走的。一同消失的还有白道姑和二丫他们。”我还在想申大爷他们的事，钱道长却打断了我：“二刘，让我看看你的手臂。”我也没在意那么多，就按照钱道长的话露出了手臂，只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之前出现在我手臂上的红光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我赶忙拉下衣服，身上的红光也都消失不见了。钱道长望着我点点头说道：“这都跟你的命相有关，你五行全缺，又生于中元节，属纯阴命。那些怨气不但没伤害到你，被你身体吸收后反而还帮到了你。就现在来看，那些黑水和你爹娘带来的怨气对你再也产生不威胁。”钱道长停了一会，接着道：“那背后的人是想利用你爹娘来完成合家葬，聚集大量阴气，到时候阴阳失衡，这阴阳五行大阵就会不攻自破。”说到这里，钱道长猛然抬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，才再次开口道：“二丫有问题。”听到钱道长说二丫有问题，我惊道：“钱爷爷，二丫是白道姑的徒弟，那他是不是也跟着想害我呢？”钱道长没有马上开口，略微思索了下才说：“只怕事情远没那么简单。第一次见二丫，就觉得他的体质异于常人，那会也是失礼，多观察了会，后面发生太多的事，就忽略了这件事。只是现在二丫也不见了，也没办法查个究竟。”之后我们3个人在那边聊了大半天，直到吃午饭才停下。傍晚后院的晚霞很美，之前的红云都已经消散，现在就感觉好像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只是心中莫名的有块石头一直压着。钱道长告诉我爹娘的尸体已经跌落深坑中，我鬼使神差的来到后院，后院也恢复了以往的宁静，望着深坑发呆。深坑底下会是小叔那本书上说的阴墓入口吗？我爹娘的尸体是否还能找得到？事已至此，好像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深坑，似乎只有下去才能解开谜底。想着想着，突然从深坑传来一阵阴风声，我虽然感觉不到冷，但还是被渗得起了一身疙瘩。这时钱道长走过来跟我说：“二刘，这个洞应该是一条通道，你爹娘跳下去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我想跟钱道长说关于阴墓的事，但还是改口道：“钱爷爷，能到这下面去看看吗？”钱道长回道：“你奶奶如果同意的话，下去看看倒是没什么问题。”晚上我来到奶奶房间，想问问她同不同意我们去深坑里看看。虽然奶奶是出了名的刀子嘴，
但是对我还是很好的，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要害过我。奶奶听了我的想法，没有马上回应我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事一样，站在那发呆了好一会，才对我说道：“二刘，那老房子自从我出生以来就一直都在。你太爷爷走的时候也千叮万嘱，老房子要保护好，说是祖上留下了祖训，老房子一定不能拆。现在出了这档子事，或许都跟那深坑有关系罢了。想下去就下去吧，不过要答应奶奶，一切以安全为主。”这次奶奶没有数落我娘，而是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完这段话，然后独自往床边走去。我望着奶奶孤单的背影，总感觉心里沉甸甸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小叔还有钱道长一起来到深坑边，我们沿着深坑旁边的斜坡滑了下去，越往下越黑，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潮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听砰砰砰的声音传来，我们顺利落地了。小叔点亮了火把。这里是一个地道，地道里漆黑一片，每隔3-4米就有一盏油灯。我们顺着地道往前走去，一边走一边点亮油灯。走了好一段路，我心里慌了起来，怎么还没见到我爹娘的尸体呢？通道只有一条路，到现在还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只感觉路是往下倾斜而不是直的，空气中也透着一股霉菌的味道。又走出好一段路，小叔再次点亮了旁边的油灯，随后周围也跟着亮了起来。在我们前面被一道石门给挡住了去路，石门透露着一股古老的气息，上面刻印着神秘的图案。小叔上前用手敲了敲，听声音就知道石门非常的厚重。小叔刚准备用自己的方式来破开石门时，被钱道长给拦住了。钱道长告诉我们，不到万不得已别破坏这里的东西。说完便在石门四周观察了一番，之后对着石门中央念了一长串咒语，石门缓缓上升。在进入了石门之后，出现在面前的也是一处向上的甬道，而石门外的甬道是斜向下的，两边的甬道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可能因为这里位于地底的缘故，甬道之内的空气十分潮湿，就连一旁的岩壁之上都挂满了水珠。我们顺着甬道朝着前方走去，由于甬道较为陡峭，地面又太过潮湿的缘故，我们只能够扶着一旁的岩壁，扶着身子前进着。这甬道又不知道有多长，我朝着前方望去，视线尽头仍旧黑黢黢的一片，根本看不到哪里是尽头。刚走出没多远，我手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样的触感，原本还是阴冷冰寒的岩壁，却是突然凹陷了下去，就连触感都变得柔软了起来。我微微一愣，下意识地朝着我手边望去，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张森冷惨白的死人脸。这一张突然出现的死人脸，吓得我心脏都不由得停跳了一拍。当钱道长将头转过来的时候，他也被岩壁之上的死人脸给惊到了。不过他很快便发现，眼前的这张死人脸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脸，而是由羊皮制成的。羊皮柔软细腻，在经过风干处理之后，的确与人脸的触感极其相似。小叔随手将这张羊皮人脸给揭了下来，道：“这里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？”钱道长眉头微微皱着道：“在西域的某些部族当中，会将羊皮绘制成人脸的模样，于此来承载死人的亡魂。”顺着眼前的岩壁望去，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一张由羊皮绘制而成的死人脸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排死人在目送着我们步入黄泉一般，这让我们心里感到相当的不舒服。随后钱道长很快便发现，在小叔将这张羊皮人脸揭下来之后，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坑洞。他微微一愣，当即伸出手来敲了敲甬道两旁的岩壁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两旁的岩壁竟然全部都是中空的构造。为什么要将甬道设计成这样？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有意为之？钱道长一时间也分不清楚，只得开口提醒道：“小心点，甬道里头可能有机关。”我和小叔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，明白了。我们继续向前走着，一张张死人脸在我们旁边掠过，哪怕知道这些人脸都是由羊皮制成，可仍旧有种说不出的瘆人感。我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快点走吧，我总感觉这鬼地方有点不太对劲。”虽然话这么说，可这一条甬道就仿佛没有尽头一般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怎么了？小叔疑惑地开口问道。然而我并没有回应小叔，而是在与岩壁上的一张死人脸面无表情地对视着。眼前的这一幕实在太过诡异，就连小叔都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。在沉默了半晌之后，我终于开口了。这张人脸的眼睛刚才动了。小叔沉声开口道：“这些人脸都是羊皮制成的，眼睛怎么会动？我看见了。自从经历过身体吞噬怨气之后，我发现身体也产生了奇妙的变化，至少现在我的视力要比之前好多了，哪怕是在一片黑暗当中，视力仍旧极其敏锐。我刚才清楚地看见那张人脸的眼珠微微转了一下，就好像是在窥视着我们一般，所以我才会停下脚步。”
小叔笑了笑道：“二流，可能是你看错了，也说不定。”然而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眼前的这张死人脸却是再度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，亲眼看着死人脸的嘴角勾起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当时感觉身后的汗毛都炸了开。找死！小叔面色一寒，眼中闪过了一抹凌厉之色，他出手如电，直接一拳砸在了那张人脸之上。砰！一声闷响传来，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这一拳的确是实打实的砸在了血肉之上，而非羊皮制成的死人脸。鸡！在他这一拳命中之后，眼前的那张死人脸当即发出了一声怪叫，随后伸出了双手，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脸庞。很显然，他是躲在岩壁中的夹层之内，撕掉了原来的那张羊皮人脸，随后将自己的脸伸了出来。在昏暗的环境之下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其中的区别，这却让我不由得感觉如芒在背。若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张死人脸是活物伪装，贸然将手伸过去的话，恐怕早就连手指头都被咬掉了。随后，钱道长清晰地看到，这怪物捂着脸庞的双手之上竟然长满了毛发，两条手臂湿漉漉的，看上去就如同覆盖着厚重的藻类一般。这应该是水猴子，凡是溺死过人的河湖里头就会有水猴子，他们是由死者的冤魂所化，会将游泳的人拖下水底，然后吸干他们的血。水猴子力大无穷，但只要离开了水超过10分钟，就会变得四肢无力，就连8岁小孩都能欺负。还没等钱道长把话说完，眼前那长着一张死人脸的怪物便陡然发出了一声怪叫，随后直接将手臂从洞口伸了出来，一把拽住了小叔的胳膊，并且这怪物的力气极大，发力猛拉之下，竟是硬生生的将小叔这样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都给拽了过去，重重的撞在了岩壁之上。很显然，这怪物似乎是想要将小叔给直接拽入夹层之内。在这猛烈的撞击之下，小叔只感觉自己全身上下的气血都翻涌了开来。小叔面色一变，毫不犹豫地举起拳头，咬牙道：“把手松开！”说完，只听见砰砰砰一连串的拳声在狭窄的甬道当中响起。下一秒，水猴子的身上直接多出了几个窟窿，凄厉的惨叫声也随之在甬道之内回响了开来。在吃痛之下，水猴子惨叫着将自己的手臂缩回了黑黢黢的洞中，而小叔也顺势退到了一旁，拉开了自己的衣袖，发现自己的手臂上竟是被硬生生的抓出了数道黑色的手印，甚至都已经有些淤青了。这怪物的手劲倒是挺大的，不是说水猴子一离开了水就没力气吗？小叔奇怪地问。钱道长平静地开口说道：“这家伙应该是刚从水里出来不久，身上都还是湿漉漉的。那水猴子刚才被你揍了一顿，估计短时间内是不敢来找我们的麻烦了。”我心中也是一阵五味杂陈，事情变得离奇了不说，连身边的人也变得越来越玄乎。水猴子刚露面就那么被小叔给揍跑路了。在遭遇了水猴子的危机之后，我们再度出发，继续在甬道之中前进着，并且还有意避开了岩壁两侧的死人脸。毕竟在这么昏暗的环境之下，谁知道哪张死人脸会是水猴子伪装的？好像快要走到头了。我抬头望去，清晰地看见了甬道出口的轮廓。走了那么长的狭窄阴暗的甬道，使人的精神都感觉极其压抑，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里。在走完了甬道的最后一段之后，我们终于离开了这条狭窄的甬道，来到了一处石室中。然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石室中央竟然还挖有一方1米多深的巨坑，其中摆满了陶罐。令我们感到有些诡异的是，这些陶罐的表面竟然全都呈现着诡异的暗红色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被鲜血浸染过之后又风干了许久一般。我忍不住问钱道长：“钱爷爷，这地方有古怪，为什么还没见到我爹娘呢？”钱道长沉声道：“你们家下面应该是一处墓地，深坑甬道是墓地入口，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应该是一处墓室，当初你爹娘也是被人控制跳了下来，现在藏在哪里还真不好说。”当下我把小叔给我书中提到的阴阳墓的事跟钱道长说了一遍，之后还问钱道长知不知道阳墓那部分的信息，钱道长也是一脸茫然的说不知道。正当我们准备绕过墓室中央巨坑时，其中几只陶罐竟是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响动之声，就连罐身都开始颤动了起来。听着这动静，小叔独自走上前去，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其中一个陶罐。下一秒，陶罐里蹦出来一个人头，探明了这些陶罐里全部都是死人的头颅，但众人的心底却是又蒙上了一层疑云，既然是死人头，那之前这些陶罐怎么会自己动起来？小叔刚起身，只见一团黑影猛然从陶罐当中飞窜而出，向小叔扑来。小叔一个闪身躲过了黑影，然而越来越多的陶罐碎裂开来，无数模糊的黑影朝着小叔涌去。我愣愣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
钱道长定睛望去，随后面色陡然一变，好，这是尸别。尸别以腐肉为食，会被入土不久的尸体吸引，在没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可以活过100年。在繁殖期来临时，它们便会钻入生人的身体，继而将卵产在生人的体内，以生人的精血培育下一代。在尸别长成幼虫时，便会吃掉寄生者的血肉，迅速长成成虫。钱道长边跑边向我解释道：“尸别怕火，把火把全部点燃。”钱道长接着道：“我和小叔纷纷点燃火把，同时朝着深处狂奔而去。后面的尸别就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，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狂涌而来，一路狂奔。”竟是误打误撞进了另外一个墓室，偌大的墓室之内，除了一尊青石古桌以外，便再无他物了，甚至于连一扇木门都没有，四周围全是死路。我一屁股跌坐在了地面之上，难道说我们今天注定要死在这？小叔咬了咬牙，握紧了手中的火把，我去引开那些尸别，你们找机会逃出去。就在两人交谈之际，耳边的窸窣之声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墓室外全部都是青黑色的尸别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望着眼前这恐怖至极的景象，钱道长堵在墓室门边，浮尘毫不犹豫地割开了自己的掌心。孽畜，都给我退！最后一个退字从钱道长口中说出，就仿佛口吐天雷一般。掌心划破，鲜血滴落，一时之间，所有的尸别都纷纷躁动了起来，竟然不敢往墓室内再前进一步。之后不出5秒钟的时间，直接退了个精光。望着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一幕，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惊讶的都快要说不出话来了。钱道长竟然仅仅只是割破了自己的手掌，这些尸别竟然就如同见了鬼一样，发了疯似的远离了开来。尸别退去后，我呆呆地看着钱道长，钱道长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便跟我说道：“我的血乃至阳之物，那些尸别碰到自然不敢靠近。至于我的身份，日后你慢慢会知道。现在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就好了。现在这里随时有可能遇到危险，我们还是先找出口吧。”说完便独自在墓室里查看了起来。我看了小叔一眼之后，也跟着查看起来。大概1刻钟后，墓室被我们找了个遍，除了那张青石古桌以外，其他什么都没发现，更不知道走哪边出去，就好像进入了死胡同一样。我一屁股坐在地面上，钱爷爷找不到出路了，难道我们还是要原路回去吗？我话还没说话，背靠的古桌掉落下了一块碎石，露出片怪异的缺口。小叔走过来，手掌擦了擦古桌残破的缺口，原来古桌里面藏着一卷帛书，为了不破坏帛书，我们只好一点一点地把石桌敲碎。看到帛书全貌里面记载的内容栩栩如生，有话有字，只是那些文字我跟小叔都看不懂。钱道长此时也看着帛书里的内容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钱道长抬头思索了会，才跟我们说道：“这书里面说的大概就是古代帝皇都想追求长生，秦王为寻长生，让徐福领着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寻找长生不老药。汉武帝举行各种典礼祭祀天主、地主、人主、阴主、阳主、月主、日主，四面八方的主，四海之内皆祭祀。各种名堂数不胜数，而且动辄就入海求蓬莱，指山说风禅。唐太宗及其后世子孙义无反顾地加入服仙药行列中来。唐朝至少有5位皇帝是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而丧命的。”说到这里，钱道长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不管是秦王、汉武帝还是唐太宗，他们在追求长生的道路上都有个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都来过此地求长生，而他们都见过这个。”说着，钱道长手指往帛书上一棵大树指去，此树被他们称为长生树。我大惊失色，感觉帛书上说的太过于缥缈离谱。钱爷爷，难道这世上有长生？那如果有的话，那些皇帝怎么还是死了呢？钱道长摇了摇头道：“生死循环是谁都躲不过的因果轮回，这是生命的真谛。只是有些人被蒙蔽了双眼，哪怕只要有一丝丝的希望，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，也会去尝试。那些想害我的人，是不是冲着长生而来的？”我接着又问道。钱道长思索了会说：“这个现在也不好下结论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此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看这帛书的样子，应该有些年头了，不像是造假故意放这里边的。这后面还画了一幅村庄图，不过帛书上却没有关于村庄的任何信息记载，走出这墓室的方法倒是有提到。”说完，钱道长走到古桌后面的墙壁面前，看到上面刻着龙腾2字，双手同时按了下去，伴随着轰隆隆一阵吵杂声，墙壁上的一幅画像脱落下来，露出了一条漆黑的甬道，甬道很是狭窄，仅只能一人通过。我望着眼前的甬道问：“钱爷爷，这是通向哪里的呢？怎么感觉我们村越来越神秘了呢？深坑下面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怎么感觉比我们村都还要大？我爹娘的尸体到现在也没一点进展。”
钱道长拍拍我的肩膀，他们的目的很快将会浮出水面，你爹娘的尸体对他们也还有用，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又或者他们从始至终的目标都只是你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当钱道长说他们的目标是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多大的感觉了。为了追我爹娘的尸体，都已经走到这里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进了甬道。这次的甬道不长，没走多远，我们就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。这里的气温比正常要低上许多，而且周围都是圆滚滚的石头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颗颗脑袋一样。在我们脚下有一条深沟，好像是一条长蛇一样蜿蜒盘旋，沟底里阴风呼啸，就好像有无数鬼魂在哭泣。我们正准备沿着沟边往前走时，忽听到从对面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，就好像我们上早操的时候排队慢跑一样。我心中感到奇怪，这里难道还有其他人？这时对面的脚步声忽然加快，然后我们便听到吭哧吭哧一阵金属撞击声。我们已经被一伙士兵给围了起来，这些士兵都穿着破旧的古军装，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服装，反正这些不会是正常人了。难道这些是陪葬的士兵，现在变成了鬼兵？正在我们商量怎么办时，那些鬼兵把我们围在了中间，没有对我们出手，只是在前面让出了一条道，示意我们从这往前走。钱道长对我们说，暂且先跟着他们走吧，现在我们也无从下手。说完就跟着鬼兵一起往前走去，就这么被他们带着向前走了半刻钟，来到了一处墓室中，眼前的景象却是彻底令我们愣在了原地，瞳孔情不自禁的骤然紧缩，满眼的震撼之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实在是太过诡异且惊悚了。墓室中有将近2/3的区域连通着黑色的湖水，仅仅只有一条通道连接着中央区域的一方石台，石台的面积并不大，仅仅只有10几个平方，看上去就如同古时候的祭祀台一般。在石台之上还摆放着一口巨大的青铜鼎，阴气森森的，给人以一种极度诡异的感觉。在这一方与湖水连通的墓室之内，竟然生活着数十头水猴子和一堆的鬼兵。水猴子将自己的身躯浸泡在湖水当中，仅仅只露出了一个头颅。在我们出现之后，这些水猴子全部转过了脑袋，将目光落在了我们的身上。带路的鬼兵堵在了我们后面，一时之间四周的气氛诡异到了极致。钱道长四下扫视，很快便有了更大的发现，他伸出手来，指向了石台正中央的那口青铜鼎，沉声开口道：“看那里，怎么了？”